大家好，本期视频我们继续分析特斯拉股价在2022年8月18日的走势。首先，我们先来回顾一下特斯拉股价在8月17日走势的基本信息。它的开盘价是 910.19， 收盘价是 911.99， 在盘中最高价是到达了 928.97， 最低价是在 900.10， 在盘中它的最高值与最低值之间的负值是达到了28个点。我们会看到它的收盘价依然收在了各条均线值的上方。量，当日的成交量是 2292.20 万股，是前一个交易日的 0.78 倍，量缩。KD 值开口变小，双线上行，那快线的方向向水平的方向发生了转折。那这些信息说明股价在继续上行的走势中。MACD 双线继续纠结，那我们会看到在零轴的上方出现了更微小的绿柱。那这些信息说明股价还在多头的趋势中。那连续的这个双线纠结说明股价出现了横盘。好，我们来看 K 线信息。在8月17日生成的这个 K 线叫做天剑线。天剑线的特征是上影线很长，至少是实体的2倍以上，实体很小，甚至是可以没有。那实体呢，不分是上涨的绿 K 还是下跌的红 K。通常这样的线型如果出现在上涨的顶端，或者说是下跌的低点，我们都把它称作天剑线。好，我们来看看它的位置。那它的位置是在股价出现横盘中，然后是在相对高档的位置。那在高档的位置出现天剑线是上涨的重要变盘信号，要注意次日是否会变盘。那在次日如果出现跳空的大跌，那上涨的架构呢可能会被瓦解。那如果出现了这样的情况，日后股价即使是再上涨，那么这个天剑线的最高，比如说这个928，那将很难突破。这是向下变盘。那如果在接下来一个交易日是一个高开盘，或者说是一个跳空的高开盘，那股价呢会继续上涨。那如果股价继续上涨，那日后天剑线的这个最低900，那日后股价如果再出现回档呢，900也是不容易被跌破的。好，这是对于天剑线 K 线信息的解读。那接下来呢，我们来分析一下后续股价的走势。我们调出辅助线。那首先我们先来回顾一下前一期视频我们对8月17日股价的预测。那第一个可能是会出现上涨，收盘价在950。那它的条件是股价在8月17日要高开盘，并且呢在盘中股价是不能够跌破911的。显然没有达到这个条件。好，那第二个预测的可能呢，在8月17日会出现横盘，收盘价在902附近，在这个位置。那实际在8月17日收盘价是在 911.99， 出现了横盘。那虽然这个价格和我们第二个预测902相差的不是特别的大，也是横盘，但是呢它有一个本质的区别。我们预测的第二个可能
出现横盘，是在当日要出现一个股价的下行，也就是要回踩到20日均线值，然后呢，股价被拉抬，收盘在横盘的位置。那如果出现这样的现象呢，是有利于后续股价的上涨的，而实际发生是股价在当日出现了上攻，然后在上方遇到压力，股价被压回，收在了现有的收盘价附近。那这说明上方是有压力的，那也就是说后续股价是容易转折向下的。好，那我们先来看看股价的下行。对于8月18日股价下行的目标，我们说依然是下方的20日均线值。在8月18日20日均线值会在875附近。那我们提升这条水平线，这个水平线是我们前一期视频预测的20日均线值的位置，我们把它提升到875。好，然后我们把它变一下颜色，它将是股价下行的目标。然后我们再看上方的这个红颜色的线，这条线呢，它是一个警戒线。那么这个警戒线是10日均线值的位置。对，那么在8月18日呢，10日均线值会发生在887到890之间，所以我们把这条线下调到10均值的下限887这个位置。好，然后我们把它变一下颜色，作为一个观察线。好，那这样一来，我们会看到，对于8月18日股价的下行目标就是这个20日均线值。那其中在过程当中，我们要关注股价是否会跌破10日均线值。这是股价的下行。那我们再来看股价的上行。那现在对于股价的上行它的目标应该是前一日 K 线的最高，就是928这个位置。那我们在928这个位置也加一条水平线。好，我们用这个颜色作为是观察线。我们会看到目前的股价是在一个横盘区域的一个回档中。那我们说，如果股价站上这个928前高说明叫回档成功。那如果继续向上呢，我们说上方的这个945这个水平线将是它上行的目标。那如果突破了这个趋势线呢，不叫趋势线，如果突破了这个水平线呢，那么股价呢，将会我们叫做突破这个横盘的区域，然后呢，我们也可以把它称作叫换手成功。那站上945呢，股价会继续上行。我们把945也变换一下颜色，然后我们清除一些水平线，这样会让我们在日后的观察会，我们把这条线保留，把1000删除，我们把它也删除。好，这样的话我们有利于现在的一个观察。当然去除的水平线呢，我们在日后的分析当中呢，可能还会加回来。好，那我们继续说，对于8月18日来说，如果股价向上既不突破928，下方呢也不跌破这个20日均线值，那我们说股价会在928到
时均值，也就是887之间，在这个区域内进行横盘。那么对于8月18日盘中，我们要关注的是878这个水平线，就是时均值、10日均线值和下方的这个875这个水平线，也就是20日均线值。好，那接下来我们来看看8月18日开盘之后的压力位和支撑位。那首先到来的压力位就是当日新生成的5日均线值。那5日均线值呢，我们测算它的范围是在909到915之间，也就是5日均线值啊，既是上方的压力，对于前一日的收盘价来说，既是上方的压力，那也是下方的支撑。所以我们把第一个压力定在前一日的收盘，也就是912到915之间，这是第一个压力区间。然后接下来的压力线是这个929，也就是前一日 K 线的最高。然后上方是945。再向上呢，我们说给出一个值，就是955。955是5月4日这个 K 线的最高。好，这是上方的压力。那我们再来看看下方的支撑。下方首先到来支撑依然还是这个5日均线值。包括我们会看到下方还有这个当日新生成的200日均线值。那5日均线值呢，我们把这两个值合并，就是说在905到912之间，这是第一个支撑区间。这里边涵盖200日均线值是在905附近。好，再接下来的一个支撑就是前一日 K 线的最低是900，然后是当日新生成的10日均线值是在887到890之间。那第四个支撑就是当日新生成的20日均线值是873到875之间。好，那基于以上这些信息的解读和分析我们给出8月18日股价走势的我们不说预测了，我们说猜想。那我们说第一个猜想是股价会出现继续回档。那如果股价出现继续回档呢，它应该是一个低开盘，然后股价最高会到达910，最低呢会回踩到885，在这个位置。然后收盘会收在890附近，也就是第一个猜想是它会收一个红色的下跌 K 线。好，那第二个猜想呢，我们认为股价会出现继续横盘。那如果出现继续横盘呢，它有可能是一个高开盘，然后股价最低会回踩到905，最高会到达930，也就是触碰到前一日 K 线的最高，然后收盘价会收在918附近。那么这第二个猜想呢，我们要有一个条件，就是股价在盘中是不能够跌破当日的5日均线值。好，以上是我们对特斯拉股价在8月18日走势的分析，谢谢大家的收听收看。